Hello To 女神 Dan Hong 形象曝光，她的腋下有隐约的凹痕，网友吐槽她脸型扁。1月1日消息，跨年舞台上，赵露思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，她真的是疯了。尤其是她敦煌女神般的容貌，展现出浓浓的异域风情，让人仿佛置身古老的丝绸之路，感受历史的沉淀。赵露思的舞姿更是养眼，她用曼妙的身材展现出舞台女神的优雅，精致的妆容犹如仙女下凡，身材更是艳丽，让人恋爱。她身上穿着的粉色薄纱连衣裙，如同精致的翅膀一样轻盈飘逸，将她雪白的肌肤衬托得更加神奇梦幻。不仅如此，赵露思精心搭配的耳环和项链也散发着奇异的浓郁魅力，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她敏锐的时尚和艺术嗅觉。整个造型不仅凸显了她的高级时尚感，也展现了她对于舞台表演的专业态度。她精致的装扮绝对是晚会的亮点，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。原照曝光时，赵露思的舞台表现与精致状态略有出入，但这并没有削弱她的美感。相比剪辑后的状态，赵露思在原照中展现出了更加真实的一面，看起来更加自然可爱。原照中，赵露思的五官看起来更加柔和，更有魅力。她的颧骨略显丰润，透露着可爱的温柔，更增添了她开朗迷人的气质。或许是因为她的真实状态被揭露，她的身材也显得有些性感，但这并没有影响她的整体美感，反而让人感受到了她那个时代特有的曲线美。对于赵露思的生照表现，有网友对她的五官提出了一些批评。他们表示，在表演时，赵露思的五官显得不太立体，甚至有人戏称她的脸扁得像煎饼。这样的批评让一些网友觉得赵露思的形象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。另外，在高分辨率的照片中，有网友注意到赵露思的腋下似乎有一些不明的洞，这给照片带来了一些非凡的视觉效果，令人惊叹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现象可能是拍摄角度或者灯光等因素造成的，而不是赵露思本身的身体特征造成的。虽然网友对赵露思某些瞬间的细节提出了各种吐槽和评论，但这并不能否认她在娱乐圈的出色表现和日益高涨的人气。作为一名全能艺人，赵露思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，始终保持着良好的职业形象。每个人有时都会受到评判和争议，尤其是在公众关注下，即使是很小的细节也可能成为话题。出色的表演和超高的人气，足以证明赵露思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，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存在。着落图芯片后浪，被家暴粗暴拖拽撞墙，幕后花絮接她举动被赞太贴心。著名女演员赵露思、吴刚、骆一舟主演的新剧《航浪》14日首播，该剧立即以58%的收视率夺得东方卫视第1名，也在各电视台中排名第1。在同一时期，近日官方陆续放出幕后视频，赵露思用自己的手臂自学针灸，进针过程中她不怕痛，甚至主动要求导演提高难度，并亲自演绎了被家暴施暴者揪着头发扔到墙上等全部打斗场面，专业的态度受到热烈欢迎。赵露思在《石浪》中饰演孤儿孙头头，也是中医院院长任新正。吴刚是寻觅的江针灸世家的继承人。然而孙头头性格叛逆，吴刚用善良与力量并重，一步步培养赵露思。之后，他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医的训练，成为了该剧的最大亮点。武术大师吴刚和赵露思代表了中青年一代，他们的争吵充满了精彩，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。赵露思也被称赞演技精湛，气质不输老牌电视明星吴刚。近日，石浪官方发布幕后花絮，赵露思不仅学习了中医和草药的专业知识，还学习了针灸和针灸技术。工作人员用自己的手臂寻找穴位，最初问道：“如果不行，就继续找，用一张猪皮就可以了。”着落图无所畏惧地回答：“我敢做我自己。”最后，他成功地将针扎入皮肤，甚至有兴趣请求许可。老师给了他一根更长的针，他不怕，可能会疼。此外，赵露思送外卖时遭遇家暴男子并勇敢制服的画面也被曝光。赵露思拍完最初的排练版后，主动约见导演，表示希望增加打斗场面的难度，让打斗场面更加紧张。新版开拍时，
赵露思被家暴施暴者直接扔到墙上，拉扯她的衣领和头发，最终将对手按倒在地。导演打来电话后，赵乐图立即扶着演员站起来，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然而他自己也累了，就蹲在墙边休息。一旁的工作人员称赞他：“那是什么？一场伟大的战斗。”赵露思敬业认真的态度备受赞赏，网友纷纷留言称赞，难怪这个打斗场面这么逼真，第一次看就震惊了，感觉男演员很辛苦，打斗太真实了。我看了之后很生气，我要拔掉家暴男的头发。赵露思 cos 敦煌女神被骂惨，没戴假发，片场照片曝光，惨不忍睹。近日，赵露思尝试 cos 敦煌女神造型，引发广泛关注。然而，这一努力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，一些人甚至严厉批评了她的设计。有网友指出，赵露思在扮演这个角色时没有戴假发，导致整体颜值不完美。此外，一些现场拍摄的照片也被泄露，引发了她的形象是否与敦煌女神形象一致的争议。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。首先，作为演员，赵乐图在尝试新角色时需要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勇气，他尝试不同造型和角色的勇气值得肯定。其次，敦煌娘娘这个角色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，任何解读都是一个挑战。赵露思的努力或许并不完美，但我们应该尊重她的努力和奉献。当然，作为公众人物，赵露思需要受到各方面的评判和质疑。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评价一个人的外表并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。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他的作品和表演，而不仅仅是他的外表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尊重每个人的个人特点和风格，不要太苛求别人达到一定的标准。综上所述，虽然赵露思尝试 cos 敦煌女神引起了一些争议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她的评价和理解。我们应该以客观、全面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，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。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，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考虑，比如如何看待公众人物在塑造历史人物方面的责任和义务，他们该如何平衡艺术创造力与历史真实性之间的关系。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讨论。此外，我们还应该看到，任何形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都需要创新和变革。当今社会，我们如何平衡传统文化与创新的关系？如何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促进其发展创新？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。最后，我们还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。我们是否过于注重外表而忽视了内在和精神价值？我们应该如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，才能更全面、更深入地认识世界、认识自己？总之，赵露思尝试 cos 敦煌女神的事件，让我们对文化传承、艺术创作、公众形象、价值观、审美等诸多方面进行思考。我们应该以开放、宽容、客观、全面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，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，为生活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，发展我们的文化。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也是小蜘蛛的个人观点。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的粉丝也可以留言讨论。我是小蜘蛛，一个喜欢聊动漫、收集手办的粉丝。如果你喜欢就关注我吧。下一期再见。文字：小蜘蛛。